在你率兵即将统一六国之际，皇帝却叫你停手，速速回城。待你马不停蹄赶到皇都时，却发现城内不仅昌盛，还非常热闹。原来皇帝只是为博得红颜一笑，不顾朝廷戒律，随意点燃了烽火狼烟，好一出烽火戏诸侯。下一刻，你调转马头，掏出将帅印，对着30万黑羽军大吼，而等的存在本身就是谋逆。这江山我要定了！就在3天前，你率领30万铁骑，5天内连破大梁国10城。就在你即将踏破大梁首都之时，皇帝却连下3道圣旨，让你退兵谢权。此时的军营中，包括你心腹在内，听完朝廷派遣特使宣读的圣旨后，皆是愤怒不已。这时站在最前方的将领早已按捺不住怒火，猛地将黑铁大刀抽出，放在特使的脖颈。我们与北莽大战在即，尔等岂能撤军？又是谁给了你这兵部侍郎的胆子，敢来我们大营羞辱将军？随着那将领起身，左侧一排将领全都齐刷刷站起身，怒视着特使孙谦，似乎只要他一声令下，便会立即动手斩杀这位兵部侍郎。可孙谦却是不慌不忙，冷笑道：“各位将军是要陷徐将军于不忠不义之地吗？”随后他没有再去理会那些将领，而是转而看向端坐于主座上的你，又从袍袖中缓缓取出一枚金牌，灿灿生辉，其上赫然镌刻着4字：“见此令者，如朕亲临，奉陛下旨意，撤军之事容后再议，只召你镇北大将军一人回京。陛下已经饶了你先前接连违抗3道圣旨，下不为例，还是请将军速速接旨吧。”顿时间，众将领都死死盯着孙谦手中的金牌，一双双眼睛里更是涌现出无尽的悲凉与失望。皇帝陛下的圣旨便已是无可违逆，而如今孙谦更是带来了代表皇帝亲制的金牌。朝廷就如此忌惮将军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逼徐将军回京？可一旦回京，将军怕是必会被朝廷构陷。召我回京是吗？这还真是与前世历史中的状况如出一辙。你知道回去后没有兵权庇佑，自己这条命也绝对会交代在京城。这副躯体的主人镇守大洋北近10年来，早已立下无数战功，却少有封赏，实则早已是功高震主的局面了。再赏就只能赏皇位了。大洋朝廷多半是做好了准备，你一旦回京，便会被立即下入天牢，最后惨死狱中，甚至回去的路上能否安然无恙都还不一定。你才刚穿越过来，就摊上了这副必死的局面，这算是来了个穿越体验1日游吗？没办法，现在你坐拥30万北凉铁骑，称得上是大洋王朝最精锐的大军，会害怕忌惮的不只是敌人，单凭这份兵权，就连你背后的皇帝与朝廷也得将你视作火爆。真要是再容你帮王朝收复旧山河，立下泼天大功，皇帝拿什么封赏？皇位吗？可随即你便反应过来，自己可是做30万北凉铁骑的将军，我怕他个皇帝自立为王不香吗？随后你眼神复杂的扫了眼四周，单只是看大营中这些将领的反应，就能看出这群北凉铁骑绝对是忠心耿耿。北凉铁骑兵多将广，且都忠心于我，皇帝与朝廷也对我忌惮至极，而我又战功赫赫，英名流传于江湖与庙堂，这些造反的前期要素似乎齐了呀。更何况自己的处境已经很明朗了，回京必死，30万铁骑镇北凉，陛下为何要夺朕的兵权来谋害朕？但凡可绝对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而且两世为人的经验告诉你，男人得装，更得狠。见你无动于衷，此时的孙谦正亮起手中金牌凝视着你，卑职虽对于将军的威名有所耳闻，可这件陛下金牌却不行，跪拜大礼，立即接旨。将军怕是难免会落得一个欺君罔上的污名，这世间谁人不曾听闻徐大将军一生行事尽忠至诚，按照朝廷对你的了解，你肯定会乖乖束手回京的。但此时的你又不是原主，他们了解个毛。随后你用阴森的目光注视着孙谦，你在叫我做事？不知为何，孙谦竟莫名感受到一股先前从未有过的压迫力，令他下意识握了握手中的金牌，高举起来。徐将军，陛下御赐金牌已至。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注意到你迈步走到先前抽刀的将领身前，一把拿过大刀，随后朝他走去。孙谦神色一滞，瞬间慌了。徐将军，你这是要抗旨吗？你可知这也是在违逆圣上？若谋害朝廷命官，可是谋反了。在他逐渐惊恐的目光注视下，你缓缓走到了他身前，将大刀举起，刀刃的光芒似乎压过了他手中金牌的光辉。而在场的一众北凉铁骑将领眼神也都变得愕然，目瞪口呆。这次孙谦彻底慌了，连忙后退了几步。站在一旁的心腹们本想劝可话到嘴边还没出口，便见一抹刀影闪过，一瞬间孙谦身形无力栽倒在地，直到死之前，他的心中还残存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惊愕。徐北辰竟然反了！紧接着你的脑海中响起一道系统传音，检测到你成功穿越，罚无道诛佞臣，系统奖励天命加身。可还没等你来得及研究系统，一声惊叫便猛地从你身后响起，呐喊之人便是随孙谦而来的一众文官。此刻他们表情都惊得扭曲了起来，堂堂兵部侍郎孙谦，朝廷命官，就这么死在了北凉铁骑大营之中。然而一众北凉铁骑将领的反应更快，无需你任何的发号施令，他们便心照不宣的齐齐动身，动作迅猛无比，尤为默契。在北凉铁骑大营中的外人无一幸免。等他们将与孙谦一同到来的人拿下后，一众将领这才用震惊的眼神看向你，他们没想过你会突然杀人，但他们的眼神中却对你没有一丝质疑。北凉铁骑向来只听将令，只遵主将，将军的命令便是一切。身为穿越者的你，此时紧握着大刀，心脏莫名跳快了些。毕竟这是你第一次宰猪，可顷刻间你便又恢复了平静。毕竟前身是久经沙场的将军，杀敌无数，你似乎也继承了他的淡定。杀一人还不足以让你影响心境。随后你一甩手中的大刀，暗赞一声好刀。随后你便看向大刀的主人，这是你的随军副将大刀王务，曾率1万北凉铁骑孤军深入，杀破5万北莽军，更是于乱军之中一刀砍下了敌将首级。王务，先把他们压下去。你把大刀扔回王务手中，10年袍泽，无需解释，早已性命相随。虽说杀朝廷命官堪称谋逆，不过自古以来就没有人打着谋反的旗号行事的，甚至说只要你不当众宣布谋反，大洋朝廷都不敢轻易判定你为反贼。30万北凉铁骑一旦谋反，几乎会是大洋王朝无法承受的损失。不多时，营帐中就只剩下了你与一众将领。王务看了眼倒在血泊中的孙谦尸体，又面向你，只是他的神色中还带着一股子疑惑与忐忑。将军，如今杀了这孙谦，你还要回京吗？一时间，众将领皆凝视起你，神情都紧张无比。他们所担心的，从来就不是杀一个兵部侍郎的后果，而是你的决定。回京将军必死啊！可按照他们对于你的了解，只
只怕会凭对大洋朝廷的赤胆忠心，纵死也要回京复命。即便杀了兵部侍郎，或许也只是担忧孙谦会有损北凉铁骑威名。你将众人的反应收归眼底，知晓他们的担忧，能在今日随你入营接旨的，哪个不是性命相托的袍泽？甚至王武等人还曾在私下里婉言相劝过钱申，愿尊钱申为主。只可惜钱申太过正直，未曾应允。至于回京，朝廷特使都杀了，还回个屁！只要你还统帅北凉铁骑，大洋朝廷就只能忌惮你。你没有直接回答众人，而是陈升下令，先行派人回报朝廷，兵部侍郎孙谦企图祸乱军心，已被本将当场格杀。另外，我军与北莽大战在即，要为大洋收复旧山河，此时绝不容有丝毫闪失。话落，众将领顿时神色一凝，目光中更是透露出挥之不去的讶然与激动。他们哪里还听不出你的意思？将军，你当真不打算回去了？王武一拍脑门，脸庞上显现出浓浓的惊喜神色，壮硕的身形都有些颤抖。他实在是没有料到，将军竟然一改往常，不在于中。其他将领更是如此，彻底为你松了口气。你看着这群军中汉子爽朗一笑，若你回京，这些心腹也都难逃一死。而现在这些人可都是你在这世界活下去的重要力量。众将领高兴之余，又有人看向孙谦的尸体，皱眉向你提醒，孙谦此人应该是蔡丞相的爪牙，朝廷此次召将军回京，必定也与蔡相脱不了干系。将军须得提防，蔡相今后还有什么阴谋？大洋王朝丞相蔡松身为两朝元老，权倾朝野，据说整个兵部都受其掌控了。钱申以往行军作战之时，也没少受此人辖制，拖延军饷。这次孙谦敢在你面前诵读奏书，自然也是蔡松授意的。稍作思索，你冷然一笑，那就在回报朝廷之时，加上一句：我北凉铁骑已然查明，孙谦有通敌卖国之嫌。孙谦有通敌卖国之嫌，又是丞相蔡松的爪牙，那么蔡松是否也会牵扯其中？众人顿时明白了你的用意，心绪一震，这是给蔡松下绊子。交代好这些，你又挥了挥手，大战在即，你们莫要被这些琐事耽搁，先行去备战吧。如今北凉铁骑身在北京大营，正是要与北莽大军一战，此战乃是北凉铁骑抵御北莽入侵后，首次为收复旧山河而战。众将领早已士气高涨，没有丝毫犹豫，向你行礼过后各自离去。整个营帐中总算是只剩下你一人了。你坐回主座，迫不及待地琢磨起先前听到的声音，只心念一动，你的眼前便浮现出一道如同卷轴般的虚幻面板。天命加身，获得天命值10000，你统筹军务，获得天命值500。天命，你一阵疑惑，这应该类似于气运的具象化。在钱申的记忆中，这世界是有着气运一说的，如大洋王朝皇宫之中便有着满朝国运所画的大道金莲。据说大洋巅峰之时，9朵金莲一齐绽放，气象万千，而今却只剩下了6朵，代表着大洋的国运衰退。收回思绪，你有研究起这所谓的天命值，应该是只要做增加我自身气运的事情，就能够得到天命值。但这东西的作用是什么？一念及此，你眼前的景象也随之一变。再回过神来，你发现自己赫然处于一座祭坛之上，整座祭坛如同浮于虚空中，四面八方一片漆黑。祭坛由白石铺就，一根根石柱拔地而起，其上镌刻着繁复的纹路，庄严而神圣。以你为中心，有金色的光辉散落四周，如同映照着一轮大日，金光流溢。与此同时，你面前浮现出的虚幻卷轴似乎也变得犹如实质，其上的文字也出现了变化。当前天命10500，天命值已达1万，可进行1阶祈福，累积10万天命值，可开启2阶祈福。祈福，你双眼一眯，这必定是最为实用的好处。钱申对于江湖武夫了解虽不算多，但却知晓这世间亦有怪力乱神，江湖之中武者遍地，纵使寻常武夫也足能够以一敌众，而其中修为高深者更是能一剑破千甲，甚至单凭自身修为展现出在世人眼中堪称神通的能力，也并非无法做到，就连白日飞升都未尝不可。不过世上绝大多数的武夫或许可以做到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可一旦内息耗尽，便无法抵挡千军万马的奔袭。至于朝廷庙堂之上，钱申也了解过，其中有一些高人蛰伏，这也使得你心中有些许顾虑。钱申虽是镇北大将军，但军营之中并不只以武力为尊，行军作战，尤其是两军大战，更重要的还是脑子。以钱申的习武资质与武力，应该能称得上是武者中的宗师，却并不能真正施展出神通。但你很清楚，你目前的优势在于这30万北凉铁骑，30万甲胄加身的精兵一同奔袭冲锋，就算是传说中的陆地神仙也挡不住。当然，这还不能真正保险，所以你很期待这天命加身的真正效果。你收敛下心神，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祭坛上，祈福就是在这座祭坛上进行的吧。随着你心绪变动，你面前顿时便有万千光华凝聚，化作了一尊4足2耳的巨大方鼎，鼎身刻有龙形纹路，通体呈玄黄之色，显得尤为庄严厚重。而你手中也浮现出了3炷香，其上火星燃起，洁白的烟气扶摇而上，更增添了一种仙气飘渺之感。把香插进方鼎，应该就算是祈福了。你心里有所明悟，双手捏起3炷香，缓缓将之插进方鼎之中。霎时间，洁白的雾气中有一道光华浮现而出，紧接着那道光华又分成了3份。祈福完成，你获得了长生经。首次祈福，你额外获得1次修为灌体机会，你额外获得1次名将上身体验。首次祈福还有这种好处，你眼前一亮，方鼎上方的烟气中3道光华已然逐渐敛去，分别化作了一本书册、1道光团、1道虚影。你首先摊手抓向了那本书册，在指尖刚一触碰到书册的时候，那书册就融入了你体内。与此同时，一股信息洪流也在你脑海中涌现而出，这显然是一本内家功法秘籍。凭借钱申的记忆，你很快便发现了长生经的强大之处。寻常武者修行需得以内力化真气，才能后天返先天，但长生经却是直接修炼先天真气，而且真气绵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如果能炼制大成，凭自身的真气，也完全不用担心内息耗尽。此外，长生经以天地
人本源而成，因此悟性也能得以极大的提升。提升我自身实力的办法有了。你满意一笑，你相信这长生经绝对已经超过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功法。真要是有朝一日你能够修炼至大成，那么就算是你于万军之中，应当也不用担心被消耗致死。这可是相当于消弭了这世间所有武者的弊端。随后，你又伸手探向那道光团，你已经有些食髓知味了。紧接着，光团中的光芒瞬间炽盛起来，笼罩住你全身。你能够感受到一股暖流自你体内涌动而起，贯通四肢百骸，在滋养你的体魄，增强你的力量。半晌之后，你才轻吐出一口浊气，体内奔涌不息的力量，让你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畅快感。这就是修为贯体，你能够感觉到自身的武力绝对提升了一大截。只不过，由于前身并没有真正踏入修行，你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达到了哪个境界。最起码，如果先前我能够算是武道宗师，那现在我绝对能算是大宗师了。你倒也并不算太在意，麾下有30万北凉铁骑，真正需要你单独对敌的情况其实极少，而义军将领恰恰是能够将兵力优势发挥到最大的人。在祭坛上随意演练了一套拳法，熟悉了自身力量提升后，你才又伸手探向方鼎中那道虚影。与先前不同，这道虚影并未直接融入你的体内，而是在你手中逐渐化作为一道人形虚影。可感受着这道虚影所散发出来的信息，你的脸色却有些古怪。曹操，名将上身体验，正是让自己拥有一次足以与名将等同的能力，而实现则是一天。只不过你万万没想到，这份名将上身体验竟然会是曹操。曹操也算将领吗？这不是主公吗？当然也没必要分得这么细致，领军之人皆可算将领。默默吐槽了2句后，你心情格外舒畅。你倒是也有些期待，北凉铁骑与北莽大军的战争迫在眉睫，随时有可能爆发大战。而若是使用了名将上身体验后，结合前身的行军作战思路以及曹操的能力，那么绝对会是1+1大于2的效果。大阳京城，皇宫，陛下，大事不好了！国师传来示警。惊叫声吵醒了大阳皇帝的美梦，他挪开左侧的贵妃的手臂，又推开右侧昭容的腿，最后又把睡在脚边的才人一脚踹开，不悦的自龙榻上坐起身子，怒视向慌张跑进来的太监，敢搅扰朕就寝，怎么回事？那太监那头便拜，却是面色苍白，冷汗直冒。陛下，是国师传来了示警啊！大道金莲，今夜又枯萎了一朵。大道金莲代表大阳王朝国运。什么？原本还有些睡眼惺忪的洪圣帝脸色骤然大变，他双眼圆睁，额头上在顷刻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顾不得其他，急忙踩着左侧贵妃的身子，一下子从龙榻上跌落下来，却还是慌慌张张地向太监挥手，快给朕将国师请来！还有蔡松，把他也赶紧给朕叫来。将军，北莽来信。清晨，王务快步赶到你营帐外，神情凝重。营帐中，你轻吐出一口浊气，体表升腾起一团如污秽凝聚般的漆黑雾气。你睁开眼睛，目光一片清明，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如日长虹。在先前的修为贯体之下，你已然经历了一场洗精法损，褪去凡浊。尤其是前身并不算武道高手，杀敌全凭一身精气神，走的是以命换杀伐的路子。这同样也是军营行伍中将士们普遍寿命都并不算长的原因。但如今在长生经的加持之下，这些弊端已经被一扫而空了。你这才看向营帐外，进来说，而今北凉铁骑出关，深入北境，本就是为与北莽一战，收复旧山河。北莽大军若还没异动，才不正常。不过现在来信是下战书吗？王务走进营帐，将书信双手递向你，只是看着信封上那一行大将军徐北辰亲启的文字，徐北辰却有些愣神。这字迹虽也豪气干云，却还透露出一股子娟秀。北莽大军的主将写字都还这么秀气吗？他撕开信封，看向信中所写，表情却逐渐古怪起来。一旁的王务正满脸凝重地观察着徐北辰的反应，注意到此，也不由一怔。将军，怎么回事？北莽大军意欲何为？徐北辰却并未急着回答，而是看过书信后，神色复杂地将信件递到王务手中。很快，王务便瞪大了眼睛，嘴角一扯，北莽太后亲至两军阵前，诚邀将军见面一叙。已在阵前等候将军了。北莽萧太后，世间奇女子，10年前入宫，首日便被北莽先帝破例册封为妃，可止第2年，北莽先帝便暴毙而亡，偏偏死前遗诏，又晋升其为皇后。此后数年里，这位萧太后由垂帘听政到声名逐渐传至大阳王朝，早已是闻名天下，更被大阳王朝列为心腹大患。前身的记忆更是知晓，这位萧太后其实已然是北莽的真正掌权者。而如今，萧太后亲至两军阵前，几乎已是与御驾亲征无异了。这是知晓了我的处境，前来劝降的。徐北辰摸着下巴，兀自思索起来。大阳王朝忌惮他至极，一心想要夺他兵权，皇帝更是不惜召他回京，要以绝后患。那此时北莽萧太后抛过来橄榄枝，当然恰到好处。30万北凉铁骑，谁不艳羡？将军，谨防有诈呀！王务却很快皱起眉头，他们将军可早已是北莽的心腹大患了，天知道北莽为除掉将军会施展什么手段。但徐北辰只稍作思索，便摇了摇头，无妨。萧太后既然亲至，便是为本将而来，若本将不去，反倒会有损士气。这位北莽太后应当正是为他而来，而她一个女子都敢御驾亲征，亲至两军阵前，那自己这北凉铁骑之主反倒不去，必定会被北莽大军用来振奋士气，这是阳谋。不过前身为这一战也苦心谋划许久，对于北莽大军所能采取的各种举措，更是都有相应的应对方案。可唯独萧太后亲至，前身也没有算到，这女人的确不可不防。想到这，徐北辰却是又嘴角微勾，先前那份名将上身体验倒是可以派上用场了。一天的时限，结合起前身与曹操的谋略，也足够他为接下来的战斗布局好一切。王务立即去调派人手，随本将前去面见那北莽太后。徐北辰安排好这些，只心念一动，手中便有一道人形虚影浮现，融入了徐北辰的身躯。下一刻，徐北辰便感受到自己的心神都传来一股子轻微的悸动，体内更是奔涌来一股子莫名的力量，与他原本的真气融合，而且精神层面同样有所提升，像是无形中融入了许多知识与技巧，思维也有了极大的拓展。只短时间内，徐北辰便轻吐出一口气，下意识伸手抚摸向下巴的下方，像是在捋起原本不存在的胡须。他的眼神中也忽地增添起一股子警惕，目光当即打量向营帐四周，想要看看这营帐之中是否有能够藏匿刺客的角落。但很快他便满意一笑，不错，前身的确是把营帐布置得极好。
好，欲取胜他人，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今天下英雄，唯我徐北辰耳。他走到一旁，提起前身的佩剑，稍作掂量，唰一把抽了出来。剑刃宽阔的长剑散发着凛冽寒芒，更是隐约笼罩着一道淡淡的猩红。宝剑配英雄，此剑比起青钢剑也不遑多让。这世间相传名剑有灵，前身这把佩剑名为破军，跟随前身10年隐血，早已杀气内敛。收拾好这些，徐北辰走出营帐，整装待发。这时候，王务带来了一众护卫亲军，向徐北辰复命：将军，这次该让老刘跟随护卫了吧？将军行军作战，一向无需亲军护卫，但这一次毕竟情况不同。将军，徐北辰下意识想说叫我主公，又迅速压下了这个念头。护卫亲军之中，分明有一名老卒，身形瘦削，老脸憨厚，如同一位老农。但徐北辰一眼就注意到，这老卒的精气神分明与寻常兵士不同，手上竟然都没有持握兵器留下的老茧。根据前身的记忆，这老卒名为刘伯远，乃是真正的武道高人，也曾在大洋江湖中赫赫有名，但后来却突然归隐，被前身收入麾下，成为护卫亲军。这其中就涉及到另一个故事了。此时，老刘深深看了眼徐北辰，目光中透露出些许惊诧，很显然是注意到了徐北辰的气息变化，但却只是憨厚一笑，并未多嘴。徐北辰将此收归眼底，轻笑着点点头，带着护卫亲军一同出发。此次会面，北莽太后将地点设在两军阵前个15里处。徐北辰策马飞驰，很快便抵达此地。远远见到了一座临时设立的华贵营帐，也看到了正坐在营帐中手持茶盏的那位北莽太后。纵使尚未看清面容，也能依稀瞧得出那华贵长袍下婀娜多姿的身段，更是透出一股贵不可言的美感。徐北辰驻马前望，咧嘴一笑，我观那北莽太后也是风韵犹存了。华贵的营帐孤零零立在沙场之上，疾风吹劲草，帐围随风飘扬，营帐两侧只驻守有20余人，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埋伏。徐北辰翻身下马，坦荡荡向华贵营帐走去，期间又不自觉伸手捋了捋并不存在的胡须，双眼始终直勾勾地盯着营帐中独坐的北莽太后，直到走进营帐。对于营帐中其他人投来的目光，他也仿若未觉。可萧太后身边一名年轻女子却是面露不悦，早听闻徐将军威名，只是没想到当真如传闻中一般狂傲，在我们太后面前，就算是大洋皇帝也当之晚辈。然而不等他说完，徐北辰便头也不转地淡淡瞥了他一眼，分明并没有什么威势透出，可却使得那年轻女子语气一滞，黛眉紧紧蹙起，不知为何，这眼神竟莫名让他有一种被某种阴质豺狼盯上的错觉。但这不应该啊！世人谁不知，徐北辰乃当世英豪，为人光明磊落，纵使身为敌人，北莽上下也都听闻此人威名，如这般英豪，怎会有阴质气势？与此同时，那年轻女子身后，一名面白无须的老者微微上前半步，婉儿退下。这时，淡淡的话音自后方传来，声音轻妙，却又蕴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徐北辰循声望去，又下意识想要捋不存在的胡须了。不知太后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克制住心里躁动出的想法，徐北辰心底也有些无奈。曹丞相上身后，这经典语录就自动挂在嘴边了。但不得不说，眼前的北莽太后的确美貌绝伦，风姿无双，分明年纪并不大，容貌也如28年华，一颦一蹙间都有如少女般娇艳，但却又有着一股威严，更增添贵美之感。当然，美貌于徐北辰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太后。遥想前世三国时期，曹操在汉宫之中见到那位和太后，一见白月光雾中身。徐将军，请。眼前的萧太后轻挥衣袖，示意徐北辰落座，举手投足间都展露着世间寻常女子难以企及的风度。徐北辰毫不见外，随意落座。而今两军阵前，太后邀本将一叙，莫非是北莽有意投降？他明知故问。闻言，公孙婉儿顿时蹙眉，那面白无须的老者依旧低眉垂首，只是目光投向了徐北辰身后的老刘。但萧太后的神色上却未曾展露丝毫愠怒，反倒笑意明媚醉人。徐将军，哀家已知晓大洋朝廷对你所作所为，而今将军未曾回京，想必另有所图。只是大洋朝廷必定不能容忍将军。他倒是开门见山，眸光流转，直视徐北辰双眼。既如此，将军何不另谋退路？果然，萧太后亲自前来，正是为了劝降。徐北辰并未急着答话，而他身后一众北凉铁骑护卫亲军始终个个昂首挺胸，不曾在驿帐中试探劝降他们将军。世间还无人有这可能，太后何必多此一举？直到此时，徐北辰才淡淡出声：我徐北辰何时沦落到要被敌国招降的地步？身为北凉铁骑主将，他有这份狂傲的底气。对于徐北辰的态度，萧太后似是早就有所预料了，丝毫不见气恼，反而是眸光璀璨如星，轻摇琴手。将军误会了，哀家并非是来劝降的，而是要与将军联合。联合？徐北辰倒是有些兴趣了，随即便见萧太后收敛起浅笑，端正神色。若徐将军愿与哀家共谋大事，那攻城之后，我北莽愿尊徐将军为一字并肩王，届时平分天下，这天下共主之位上，亦会有将军一席，如何？话音落下，徐北辰身后的一众护卫亲军都不由神色微凝，这北莽竟是不惜直接以封王来劝说将军，而相比之下，他们誓死守卫的大洋王朝却对北凉铁骑忌惮不已，北莽倒是更坦荡一些。然而徐北辰却直接自座椅上站起身来，微微扬起面庞，我还没有与他人平分天下的习惯，更何况即便本将答应，我身后的北凉铁骑也不答应。他像是被戳到了某个三分天下的痛，又冷眼睥睨起萧太后。而今我北凉铁骑出军北伐，若太后当真想与本将合作，那不如索性先将大洋就山河还回来。大洋王朝重文轻武，以至于近100年来被北莽逐步蚕食北境疆土。如今北凉铁骑后方的晋州城，放在当初哪里会是大洋北境？就算他要逆伐无道，也得让疆域更加扩大才行。但此时萧太后脸上却是挂着一抹莫名的笑意，看来哀家注定是与将军没得谈了。不过哀家也奉劝将军，北凉铁骑虽强，可若是后方没了大洋王朝的支援，只怕注定会是一场空。我北莽大军也从不惧北凉。声音虽依旧悦耳，但却给人一股寒意。他甚至也未再下注说服徐北辰，就只是任由双方不欢而散。待到徐北辰离去，公孙婉儿深深看了眼徐北辰的背影，又转身面向萧太后：娘娘，这徐北辰的确桀骜难驯，也与传闻中不同，恐怕纵使大洋王朝，也不见得能再降服此人了。袁公公也在，为何不趁此机会？但不等他说完，始终候在后方的那面白无须老者便摇了摇头。那北凉护卫亲军中必有高人在，唯独萧太
太后始终默默无言，就只是凝望着徐北辰离去的方向，唇角始终噙着一抹醉人笑意。谁也不知晓其心思。赶回大营的路上，徐北辰骑乘着马匹，默默思忖。萧太后的提醒不无道理，北凉铁骑终究是需要吃饭的，而粮草军饷，以往大洋王朝虽多有克扣，但好歹也是能在表面上拿到一点的。可现在大洋王朝怕是绝不会再有任何粮草供给了。但徐北辰当下却并不算着急，拥有了曹操的上身效果后，他已经彻底看清了钱申的谋划。善战者无智明，无勇功，胜于易胜也。钱申是真正的善战者，又怎会不料到这般境况？而且还早已经料定好了一切，即便马上与北莽一战，甚至也无需他当下花费什么心思，只需开战，便必定会自然而然的取胜。这也是钱申在料到大洋朝廷的举措后，也会甘愿回京的缘由。哪怕只凭王兀指挥大军，也足够赢下这一战了。想清楚这些，徐北辰又回望了一眼后方已逐渐渺小的华贵营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终究是忘了问太后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这位北莽太后此番会面，可绝不只是劝降那么简单。将军，那北莽太后可说了些什么？徐北辰刚一赶回来，王兀等众将领便围了上来，神色关切。有老刘护着，他们倒并不担心将军的安危，无非是招降而已。徐北辰摇了摇头，将捋胡须的动作改成了摸下巴。既是招降，王兀等人也并不担心，即便北凉铁骑处境再怎么堪忧，也不至于投降北莽。徐北辰笑了笑，又道：“此外，他还与本将达成了一个合作。”合作？王兀等人愣了愣，而后方的刘伯元也疑惑地看向徐北辰。北莽太后所说的合作，是封将军为一字并肩王，但将军分明拒绝了。徐北辰嘴角微勾，萧太后虽在北莽前刚独断，但毕竟只是女儿身，整个北莽总归是有她驾驭不住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便打算借我们北凉铁骑的手除掉，这才是北莽太后邀他会面的真正用意。此次会面，招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萧太后见过他后，便相当于表明了立场，而北莽朝中那些从一开始便否决招降的人，自然就是萧太后的敌人了。这些人迟早会被萧太后派到前线送死。这萧太后不愧是能以女子之身掌控北莽的人物，只可惜她贵为太后，否则自己肯定要问她一声：今宵愿同枕席，随吾还都，安享富贵，何如？他的目光又落在了王兀身上，传令下去，3日之后大军出动，与北莽大军决一死战。王兀，此战本将全权交由你来指挥。话落，王兀等众将领当即齐齐恭敬行礼，遵命。这一战北凉铁骑可绝不会败，你战前安排获得天命值600。与徐北辰所料相同，天命值又有所增加了。他倒是更想要知道，等到这一战结束后，他能够收获多少天命值。至于当下，徐北辰所要考虑的，倒是还有一个问题：粮草军饷。想来大洋朝廷是断不可能再给北凉铁骑多少粮草军饷，赢下当前一战不是问题，但今后北凉铁骑可还要维持。想到这，徐北辰心中忽的一动。王兀还有一事，找些略通风水的将士，让他们看看北凉境内能否寻到什么大墓。这可是曹某人的看家本领。作为前世杰出的盗墓家，曹孟德当初诸多粮草军饷，可都来源于地下。而北凉境内虽说不比中原江南之地繁华，但也出过几代古国，他说不定就能由此发家。安排好这些，徐北辰未去理会王兀有些古怪的眼神，便要向营帐中走去。但随即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冲刘伯远道：“老刘，你随我来一趟。”钱申对于武道的了解的确不算精深，虽说大体知晓些这世界武夫境界的粗略划分，但对于各境武夫的能力却也不算太了解。毕竟对于钱申而言，纵使是在战场上遭遇到强大的武夫，也不过是多派遣些兵力，硬生生将之消耗致死。现在却不同了，在长生经的加持之下，徐北辰体内的真气迟早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他更是拥有了展望武夫之巅的机会，自然是想要多了解一些。走进营帐后，徐北辰挥手示意老刘落座。先前出发之时，刘伯远必定是注意到了他的精气神变化。老刘，在你看来，我现在的武道修为有什么变化？经历了一次修为灌输之后，徐北辰单凭前身的记忆也难以判断自己的实力。刘伯远伸手挠了挠头，憨厚一笑：“将军应当是有了奇遇，气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将军走的是杀伐的路子，但如今却是呼吸绵长，行动间给人以力量生生不息之感，似乎往年杀伐积累下的煞气全都内敛。老刘，我可也从未见过这般变化。果然，仅凭这些，老刘就能够看出我的变化。”徐北辰点点头，对于这世上的武道高人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而老刘又是不喜张扬的性子，即便是有所惊讶，也并未说破。想了想，徐北辰又问道：“今日那北莽的老太监，应该也是武道高人吧？”老刘琢磨了一下，怕是法天境的高人。法天境？徐北辰稍作思索，顶尖武夫第3境。前身的记忆中，这世上的顶尖武夫似乎可分为4境，从弱至强，分别为龙象境、洞玄境、法天境以及陆地神仙。而陆地神仙既是被冠以神仙2字，那自然是凤毛麟角，纵使大洋王朝皇帝也不见得能够见到。这时老刘却摇了摇头，算是第3境，却也不尽然。算是？徐北辰有些不明白了。老刘看了徐北辰一眼，又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既然将军有心了解，老刘我便与将军详细说说。顶尖武夫乃是绝顶高手的意思，他们无一不是将某一道修炼至绝顶境界，如龙象境主体魄，洞玄境主招式，法天境主神通。一般情况下，武夫先练体魄，再修招式，最后神通盖世。但也有特殊情况，如我老刘便始终在龙象境，不修任何招式与神通，可纵使遭遇法天境武夫，我也不见得会败。这下子徐北辰心中恍然大悟，也就是说，这世上的武夫境界只能做个参考，并非衡量实力的唯一标准。高人背后有高人啊！明白了这些，徐北辰又向老刘询问：那陆地神仙呢？作为站在这世间最绝顶的存在，应当也是唯一能够真正威胁到他这30万北凉铁骑之主的人。徐北辰必须要真正了解其实力。老刘却是回以憨笑，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陆地神仙应当也同样如此吧？按理说也有实力高低之分，只是老刘尚未达到这一境界。不过纵使陆地神仙，应当也不可能真正以一己之力力敌我们北凉铁骑。对于最后的说法，老刘貌似极其肯定。看来即便是陆地神仙，也并非没可能被耗死。当然前提是陆地神仙非得硬着头皮与北凉铁骑一战。当初将军率军迎击北莽之时，不是硬生生吓退了一位北莽的陆地神仙吗？这时候老刘的话音
又悠悠响起，啥？给吓退了？徐北辰一怔，回忆起前身的记忆，很快他就明白了缘由。当初30万北凉铁骑彻底成军之时，前身率军抵御北莽入侵，其中便有一位北莽的陆地神仙前来支援。可前身却凭借对于大军的调动掌控，硬生生在极少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在那位陆地神仙赶来之前，便击杀北莽5万大军。最终，那位姗姗来迟的陆地神仙只能以一己之力迎击北凉铁骑。徐北辰剑指陆地神仙，北凉铁骑悍不畏死的向其冲杀，硬生生将那陆地神仙给逼退了。因此，在前身看来，这位陆地神仙并不足以真正被当成威胁，而北凉铁骑应当也足以做到正面击杀一位陆地神仙了。当然，应该也真如自己和老刘的猜测，纵使陆地神仙也绝对有强弱之分，五夫前3境尚且如此，陆地神仙又怎可能难分高下？但或许是由于曹操上身的缘故，徐北辰心中又不免警惕起来。若是有一位更强的陆地神仙，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北凉铁骑大营，不顾一切地向自己出手呢？但刚一念及此，徐北辰便又摇了摇头。北凉铁骑之中又并非全是普通兵卒，其中还有一些武夫的实力纵使比不上老刘，应当也能算是顶尖武夫了。将领之中也有数人的武道实力不俗，即便是陆地神仙刺杀，单凭老刘拼死之下也能抵挡一阵子。可只要这位陆地神仙在大营之中暴露，无论刺杀成功与否，便注定是不可能活着逃出去。一个陆地神仙换他这个主将，还不见得能否成功，这怎么看都血亏。当然，以现在自己的处境，自身实力也得尽快提升。徐北辰又看向老刘，那现在本将的实力能否算得上是顶尖武者啊？他对于自身的武道修为还算了解，即便是不曾主修过什么招式与神通，单只论体魄的话，或许能尝试触碰一下龙象境。老刘深深看了徐北辰一眼，目光似乎有些复杂。如将军这般的实力提升，我从未见过，而且将军这真气生生不息的路子，若传到江湖，怕是顶尖武夫也会趋之若鹜。真要是将军能够将之修炼到大成，那单凭龙象境也足以斩杀法天境武夫了，那就是还没到龙象境，不算顶尖武夫了。徐北辰倒是也没有任何的失望，武道修为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至于真要是危急关头自保，他更是不会有任何的顾虑。只要进入那片天命祭坛的空间，那他便相当于在这世界消失了。到时候，任凭陆地神仙也找不到他，反而是只能面对无数愤怒的北凉铁骑。弄清楚了这些之后，徐北辰便打算先继续修炼了。他现在所要做的，就只是等到北凉铁骑与北莽大军开战之时，坐收天命值便可。但天命祭坛的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想到这，徐北辰又向正准备离去的老刘嘱咐了一声。老刘，告诉护卫亲军一声，由于某些原因，吴好梦中杀人，未得召见，不可擅自入本将营帐。听到徐北辰的话，老刘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古怪了几分，但他还是迅速点点头，快步离去。等到老刘走出营帐，徐北辰捋了捋自己的下巴，满意一笑。曹某的智计的确使得自己行事都方便了许多。大阳皇宫金銮殿，文武百官毕至，皇帝高坐龙椅之上，只是皇帝有些虚浮苍白的脸庞上，此时却带着一股子愤怒，阴沉如水。而金銮殿上，群臣皆噤若寒蝉，默不作声，唯独群臣上首，一道身影独自走出，那正是大阳王朝的丞相蔡松。但此时的他却也不发一言，而是默默向着身后递了个眼色。紧接着，一名大臣便从群臣行列之中快步走了出来，向着龙椅上的皇帝那头便拜。陛下，声音中带着一股子悲怆，他的双眼更是逐渐泛红，似有水雾升腾。镇北大将军徐北辰不遵圣旨，忤逆君上，更是杀了陛下亲赐金牌的孙谦。孙谦可是堂堂兵部侍郎，朝廷命官，就这么死在了传旨大营之时，那徐北辰莫不是已有谋反之心了？求陛下做主啊！这是大阳王朝的兵部尚书，已在朝堂之上哭诉了。只是谋反二字话音落下，大殿中群臣却都是愈发噤若寒蝉了。谋反向来是震动朝野的大事，更何况如今被说成谋反的，还是那位坐拥30万北凉铁骑的镇北大将军。真要是北凉铁骑反了，大阳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天知道会沦落到什么境地。砰！龙椅上，皇帝狠狠拍击着桌案，额头更有青筋暴跳。显然此时的他心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反了，那徐北辰果真反了，亡我大阳，对其一片苦心栽培。看着暴怒的皇帝，群臣都默默低下了头。可这时，蔡松的目光又落在了群臣之中一名老者身上。那老者眯起眼睛，斜了蔡松一眼，这才缓缓走出。可陛下，镇北大将军徐北辰已上奏，兵部侍郎孙谦有通敌卖国之嫌，至于抗旨，乃是而今北凉铁骑已经与北莽大军开战，只怕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然而那老者的话音落下，皇帝却依旧是满脸愤怒，什么通敌卖国，什么抗旨，朕看他就是谋逆。但皇帝的话音刚落，那老者便叹息着摇了摇头，陛下息怒，徐北辰谋逆之事须得慎言啊，而今尚未查明真相，若现在就将徐北辰定为谋反，与我大阳是莫大的损失。啪啪啪！皇帝接连拍起桌案，表情都已然狰狞了。朕是皇帝，说他是谋逆，他就是谋逆，难不成朕还要对那徐北辰谨言慎行，反了他了？而此时位于群臣上首的蔡松，嘴角却是勾起了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现在的火候已经到了，陛下，而今北凉铁骑与北莽大军已在战时。蔡松缓缓上前一步，悠悠开口：此时陛下的确不宜对北凉铁骑再有任何的旨意了，不过朝廷也无需心急。随着蔡松的话音响起，大殿之上文武百官的目光皆齐齐向他凝望而去，无人敢出声打断。蔡卿，此话何解？龙椅上的洪圣帝表情尚且还有些扭曲，急忙向蔡松看去。蔡松却是不急不缓，捋了捋胡须，仿若一切都成竹在胸。既是徐北辰不顾圣旨，一意孤行，非要与北莽大军一战，那朝廷便静候这一战的结果。若北凉铁骑败了，他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只是刚听到此，群臣便都不由一怔，眼神都怪异了几分。且不说那徐北辰如何，这北凉铁骑当真会败吗？洪圣帝似乎也想到了这一层，急忙道：那若是他胜了呢？蔡松依旧不急不躁，笑意淡然。若胜了，这不是之功，朝廷亦可有所封赏，但届时他若再抗旨，可便要被天下人戳脊梁骨了。
报营帐中，徐北辰正盘坐于虎皮毯上，听着营帐外通报，缓缓睁开眼睛。修炼长生经时，他甚至无需睡眠，吐纳过后自会神清气爽。将军还在睡吗？可这时的营帐外通报声却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徐北辰嘴角一抽，多少有些社死。先前曹操上身的效果加持，虽然为他带来了曹操的谋略智计，可同样也带来了曹操虚伪多疑的性格。一句无好梦中杀人，直接导致营中将士都不敢轻易打搅他。估计现在自己在北凉铁骑将士心中的形象虽依旧高大，但多少会增添一些奇怪因素。进来说，徐北辰稳定心绪，神色平静如常，没有显露出丝毫的尴尬。那通报的将士快步进入，还有些不安地看了徐北辰一眼，这才松了口气。禀报将军，王兀将军已率大军出动，征讨北邙了。今日便是北凉铁骑与北邙大军交战的时候。徐北辰都早已听见了将士们行军的声音，马蹄声动，金铁交织，这是真正千军万马出动作战，自是浩浩荡荡。但他只是平静地挥挥手，吩咐下去，探明战况，随时向本将汇报。根据他的安排，这一战由王兀统帅也必是万无一失。又或者说，在前身的计划中，自己此时已经差不多要回到京城了。这一战的谋划本就是以王兀为代表的麾下将领主导，徐北辰自是乐见其成。纵使在用了曹操上身之后，他也没有改变前身的谋划。此次北凉大军出征，实则只派遣了20万大军，以前身与王兀为首；而在大营后方的晋州城中，还驻扎有10万北凉铁骑，更是有前身的心腹将领坐镇。纵使陆地神仙也攻不破，大洋王朝北境已经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防御阵线。前身更是想要让大洋朝廷看到北凉铁骑收复旧山河的希望。然而徐北辰知晓，这注定是一场空。前身仰赖大洋王朝先皇器重提携，才得以从一介士卒逐步成为北凉铁骑将领。而大洋新皇登基，年号洪胜，现在也才不过洪胜5年。可自从新皇帝执掌江山社稷后，昏君的本性便彻底展露无遗了。这昏君早已被丞相蔡松哄得团团转，怎可能会想到收复旧山河，以兴兵北伐，获得天命值1000？这时徐北辰脑海中声音响起，他当即眯起眼睛，心中知晓前线的战争已然打响了。咚咚咚，前线方向有着厚重的擂鼓声响彻不绝，更是能够隐约听到将士们的喊杀声。徐北辰收敛起心绪，眼前赫然浮现出虚幻卷轴，以兴兵北伐，获得天命值10，获得天命值30。虚幻卷轴之上不断浮现出天命值增加的消息，这意味着北凉铁骑将士在不断杀敌。不过或许由于敌方将士的重要程度不同，他所收获的天命值也有所不同。徐北辰心中默默盘算起来，这一战无论如何他都一定会收获巨量的天命值。至于是否能够全歼敌军，实际上这时代双方交战，真正全歼敌军的情况极少，除非以绝对的优势封堵住敌军的各处退路，又或者敌军当真殊死顽抗。不过徐北辰倒也并不担心，按照先前与那北邙太后的交谈来看，就算是北邙大军会逃，北邙太后也必定会借机杀了此次领兵的将领，这本就包含了北邙太后清除异己的用意，而逼死北邙大军将领可也有他这一环，必定也能够得到一部分天命值。他静坐于营帐中，等待着这一战的最终结果，一边接收着将士对于战况的汇报，一边浏览着不断增加的天命值。天命值已达1万，可进行一阶祈福；天命值已达3万，当前天命3100。当下所获得的天命值就已经达到3万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已经可以进行3次一阶祈福了。徐北辰不再犹豫，当即进入了祭坛空间中。白石铺就的祭坛，拔地而起的石柱，留意四散的金光，这座祭坛似乎亘古不变，充斥着岁月的沧桑气息。如上一次那般，徐北辰的手中浮现出3炷香，心念一动，3炷香便被点燃，烟雾袅袅升腾。他很期待这一次祈福又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很快3炷香便被他插在了方鼎之中，洁白的烟雾中3道光华同时浮现而出，迅速凝实。祈福完成，你获得了天赋不屈，你获得了一滴长生液，你获得了一次修为贯体机会。烟雾散去，化作2道形态各异的光团以及一滴如水滴般的液体。修为贯体机会，徐北辰上次就已经领略过了，而这一次祈福竟然出现了与上次完全不同的2份符纸。徐北辰当先探手向那道新出现的光团，天赋。随着光团融入，徐北辰顿时便感觉自己的精神一振，更是有着一股暖流仿若汇入自己的身躯。但这股暖流却并未带来一丝一毫的力量变化，似乎没有任何的实质提升。可是徐北辰却能够清晰感知到自己在冥冥之中获得了一种仿若与生俱来的能力，亦或是天赋不屈。无需任何琢磨，他便已经得知了这个天赋的作用。愈战愈强，越挫越勇，杀不死我的，只能使我更强大。所谓不屈，便是在战斗又或是挫折中不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而变强。不屈服，不屈从，自战斗中变强已是天赋，而能够在挫折中不屈，更是难能可贵。这就是天赋带来的作用吗？徐北辰都不免感慨。从祈福中所得的符纸，的确不能只以常理来判断。他这才又伸手探向那滴悬浮的液体。长生液可以看作是一种灵药，对于疗伤治病有奇效，纵使濒死的伤势也能治疗。除此之外，若身体没有任何伤病，使用之后也能够增强体魄，甚至还可延年益寿。毕竟是1万天命值才换来一滴的符纸，其珍贵程度自是不必多说。将这滴长生液收纳好后，徐北辰才最终将手探向最后一道光团。先前的修为贯体便几乎直接让他在武道之上迈出了一步，即便尚未真正跻身入顶尖武夫的行列，这种提升对于自己这堪称低微的武道天赋而言，也依旧是难以想象的。毕竟前身走的可是以命换杀伐的路子，早已积累下了一身的伤病，仅凭一股锐气便在沙场之上纵横。但如今他则是以杀伐入武道，如果不论具体境界的话，大宗师之上怎么也该是顶尖武夫了吧？徐北辰心中大概有了些估量，若是将顶尖武夫之下细分个3、6、9等，大致上也能分出个寻常习武之人、小宗师、宗师、大宗师
之流，但这其中只要不是实力相差太大，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区分的必要。估计只需要100名装备精良、甲胄齐全的兵士，就可以干翻一名大宗师了。军营行伍中所走得以命换杀伐之路，实力可也并不算差。此时熟悉的力量感已经再度涌来，冲刷过徐北辰的四肢百骸，滋养一切，最终一切归于沉寂。徐北辰浑身舒坦地伸展了一下筋骨，浑身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拳头一握便有凛冽拳刚。他的武道修为又向更高处迈出了一步，只是徐北辰却总觉得自己的实力似乎还缺少一些什么。按理说武夫的实力超出了大宗师，怎么也能算是顶尖行列的武夫了吧？可这明显不太对。即便不算老刘那种只修体魄的特殊龙象境，从境界划分来看，这顶尖武夫的第一境龙象境界他也该算是达到了。可这却并没有徐北辰所想象中的实力飞跃之感。老刘之前没给我讲清楚龙象境到底是什么状态。徐北辰无奈的撇撇嘴，仔细回想起来，老刘在向他介绍武夫体系时，似乎是刻意有些遮遮掩掩。但刚想到此，徐北辰却猛地双眼一睁，像是抓住了什么。顶尖武夫乃是绝顶高手的意思，他们无一不是将某一道修炼至绝顶境界。一瞬间，老刘的话音再度回荡在他的脑海中，将某一道修炼至绝顶境界，也就是说，我必须先修某一道，达到武夫中的绝顶，才能真正跻身于顶尖武夫行列。徐北辰眼中金光闪烁，而我目前的道，便是来自于长生经的力量生生不息，而这更是这世上所有武夫都未曾走过的路，就连陆地神仙都要担心自己被耗死，他却不用。至于这一道具体该如何磨砺，徐北辰早在明悟这个道理时就已经豁然贯通了。需要先体验真正的真气枯竭、被消耗致死是什么感觉，从而才能真正领悟真气的生生不息。一念及此，徐北辰心中已然有了决断，他当即自祭坛空间中退出，随手提起营帐中的破军剑，快步冲了出去。老刘，备马！本将要立即赶往战场。战场之上，无疑是他消耗真气、磨砺自身的最佳场所。战场上，王悟骑乘马匹，远远眺望着前方的北莽大军所在。在北莽大军深处，正有一名身穿黑甲的中年人，被北莽兵士如众星捧月般簇拥护卫着。那正是这一战北莽20万大军的主将蒲散真拳。战场厮杀正酣，喊杀声震天，倒地的尸骨无数。北凉铁骑与北莽大军的交战已然惨烈到了极点，但这场战争自一开始便是北凉铁骑稳稳占据上风。王悟咧嘴冷笑，杀意浓郁。这一战，北莽大军的一切动向皆在将军的预料之内。从此之后，北凉铁骑收复旧山河的道路将会在这里真正踏出第一步。此时，北莽大军阵营深处，蒲散真拳看着面前几乎一边倒的战场，脸色却有些发白。这就是北凉铁骑吗？他的额头渗出一抹冷汗。亏他战前还曾信誓旦旦在太后面前夸下海口，要替徐北辰透露来见，让这位姿色倾国的太后见见何谓北莽男儿。可现在他却开始怕了。而北凉铁骑阵营中，王悟已然提起手中黑铁大刀，冲着北莽大军阵营遥遥一指，杀！该是时候全军出击，歼灭敌人了。但他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却猛地自他身旁掠过，径直冲入前方，犹如一根离弦的箭，迅速没入了战场之中，速度极快。王悟短时间内只来得及看清那身影手中的长剑，那是将军的破军剑。那道身影可不正是他们的将军吗？王悟双眼圆睁，一时都有些难以回过神来。将军不是在大营中静候佳音吗？怎会又身先士卒了？但他没有过多犹豫，几乎是下意识向四周大喝出声：“徐将军已至，将士们随将军杀敌，歼灭敌军！”是。徐北辰长剑如虹，剑光闪过，鲜血喷涌，真气涌动之下，破军剑在他手中宛若削铁如泥，一剑斩下便可破开敌军兵士身上甲衣，切破血肉，收割性命。纵使身边北莽军手中兵刃斩击而来，刀刃破空，可在徐北辰挥剑之下，也可轻易将这些兵刃击退。紧接着便又会有剑光飞掠而过，若斩击的精准，甚至剑光所过之处，短时间内都不可见鲜血。直到徐北辰冲杀向更前方，那些与他交战的北莽兵士才会各自捂住要害处，却无法抑制住鲜血流淌，最终只能瘫软倒地。此次参战，徐北辰不只为杀敌，为消耗真气，他更要攀登一座代表武道的山，山顶就是顶尖武夫的路。而徐北辰周遭战场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北凉铁骑将士发现了他，将士们心中战意更是暴涨，士气在这一刻都攀升到极点。我等与将军同在！杀！战场厮杀，无需做他想，仅一腔热血耳。徐北辰体内真气疯狂涌动，始终冲在最前方，如利刃最锋利之处，硬生生在敌军阵营中展开一道口子。身后北凉铁骑紧紧跟随，生生踏过敌军血肉。这是北凉铁骑攻伐之时常用的尖刀阵，作为刀刃，自是要承受最大的冲击。在这般激战之下，徐北辰彻底体会到了长生经所带来的好处。2次修为贯体，再凭借长生经，他的真气恢复速度已经足以比肩顶尖武者第一境，力量堪称源源不断。实际上，放在平时，兵士身上甲衣岂是轻易一剑便能斩破的？莫说铁甲，纵使藤甲、皮甲甚至指甲，都有着极为惊人的防御力。但在真气灌输之下，再结合自身力量，以气御剑，便可做到削铁如泥了。但这般消耗对于武夫而言却是极为巨大，体内得有多么磅礴的真气，才能支撑得住经历一场大战而不消耗一空？更何况在战场之上，又并非只有寻常习武之人，以性命换杀伐的路子，足以使得兵士每一击都蕴含有强大的破坏力。甚至即便是以徐北辰当下的真气，都难以做到每一击之后便立即恢复。他的真气也在敌军的攻势之下被迅速消耗，可他却在此时仿若看到了一座山，攀上去便是顶峰。砰！突然，徐北辰刚一剑斩出，便感受到破军剑传来一股几乎撕裂虎口的巨力。前方的北莽大军中，一道手持8棱锤的壮硕身影猛地冲出，向着徐北辰杀来。武道高手！徐北辰眼神一冷，大军之中武道高手并不少见，这也正是顶尖武夫一旦陷入阵中便会被生生耗死的缘由。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闯过有诸多武道高手布阵之后的大军封锁。但徐北辰并未退避，而是仗剑迎击而上。敌人还尚未到顶尖武夫行列，那他便能够战胜。真气于破军剑上汇聚，剑光更显凛冽，生生向那北莽武道高手斩去。唰！剑果垂落，徐北辰喘着粗气，体内真气在先前冲杀之下，再加上方才一击，几乎已经消耗了大半。而那座山，他已经来到了半山腰，可不等他恢复真气，四周更多的敌军便已经围杀而来了。保护将军！后方北凉
良铁骑将士迅速向徐北辰援助而来，可徐北辰仍旧未曾退缩，硬扛着敌军的剑刃向四周斩击而去，刀刃划破他身上甲胄，又被真气挡住，但仍旧有刀刃破开真气，展开血肉，刺骨疼痛袭来。无需助我，保持阵型，杀！徐北辰高呼一声，继续挥剑冲杀。负伤之下，真气流失愈发迅速。将军见此一幕，北凉铁骑将士几乎皆是双眼笼罩上一层血红，杀意冲霄。厮杀之中，徐北辰体内的真气也逐渐难以为继。饶是经过2次修为灌体，可真气生生不息的速度也依旧追赶不上消耗。渐渐的，真气已经出现了枯竭之势，就连徐北辰的呼吸都变得粗重无比，手中的破军剑劲势也变得越来越重，气力也在剧烈消耗着。将军早就该换刀刃了。后方有北凉铁骑将士出声提醒，再强的武夫也难以承受这般庞大消耗，因此作为尖刀阵的刀刃之人，须得不间断更换。然而徐北辰依旧浑然不觉，奋力冲杀。他在向着山顶冲锋，后方不远处，尖刀阵冲杀的将士中，老刘击退一名北莽大军中的顶尖武夫，目光又立即落向徐北辰所在方位。但见到此时徐北辰的状态后，老刘那张一向呆板的朴拙老脸上都显露出浓浓的惊异。将军竟是要悟到了，武道如攀山啊！可前些时日，将军顶多算是寻常武者中的宗师，甚至在今日一战之前，将军也不过大宗师而已。在战争中悟道，试图跻身顶尖武者行列，这般武道修为晋升速度，老刘闻所未闻。战至此时，哪怕是徐北辰的真气再如何恢复，也已然消耗一空，他早已如疲惫不堪的普通人一般。在不断挥剑斩击，更是遍体鳞伤，身上甲胄都已破损不堪了，鲜血早已染红了他的身躯。可不知为何，分明没有真气灌输下的破军剑，却依旧能够削铁如泥，而徐北辰也依旧未曾倒下，不屈百折不挠。可这还不够，徐北辰目光依旧锐利无比，他能够感受到自己距离山巅只差一步，但这一步最是难迈。心念一动，长生液迅速融入体内，一切伤势以极快的速度痊愈，力量充盈，就连真气都恢复了许多。杀！徐北辰冲杀的威势再度强盛，而不知何时，北凉铁骑已经破开了北莽大军深处，要冲散北莽大军阵型了。就在这最后的冲杀中，徐北辰感受到自己最后一步已然迈出，却仍未落地。视线中，战场似乎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山巅的风光。而就在这座山巅，在逐渐枯竭的长生经真气中，却仿若有一汪源泉，泉内真气凝聚如实质，奔涌不息。战至而今，胜负已然料定，北莽大军的阵型硬生生被北凉铁骑彻底冲散了。战场之上，兵败如山倒。这场战争已经从两军相争变成了北凉铁骑对于北莽大军单方面的追杀了。将军，此时王兀与北凉铁骑众将领已然杀到了徐北辰身边，他们身上皆有血染，就连王兀那把滴血不沾的黑铁大刀，此时都有鲜血不断坠落。可当他们看到徐北辰的伤势时，却一个个的瞠目欲裂，一袭甲胄早已破烂不堪，伤痕遍布，甚至心口处就只剩下了几缕染血的碎布。徐北辰持剑而立，早已成了血染，直到现在也都还是一动不动。将军，王兀试探着向前一步，小心翼翼，可下一刻他却是脸色突变。将军的契机，老刘！王兀一声嘶吼，声色俱厉，军中顶尖武夫何在？快来为将军渡真气！在徐北辰身上，竟是连一丝一毫的契机都不曾再感受到了，仿若已经战死。而四周其他将领的表情都狰狞起来，怎会如此？怎会如此？将军他不该在后方静候我等凯旋吗？为何会出现于战场上？更是做刀刃冲杀，其余将士为何不与他更换？这一群在沙场上冲杀的血肉横飞，都未曾动摇的汉子，此刻竟都眼眶通红。将军他不准我等与他更换。有追随徐北辰一同冲杀的将士开口，语气中满是悔意。不准更换。闻言，王兀双眼顿时圆睁，像是想到了什么，整个人仿若一下子失去了生气，变得萎靡不振。他的脸上更是露出了一抹惨然。难怪将军先前会抗旨，宁肯杀了孙谦也不回京。他分明是知道回京后只能冤死，因此将军做出了他的选择，宁战死也不屈死于自己人的牢狱之中啊！说话间，两行泪水自被鲜血染红的脸上滚落，染成血泪。其余将领更是瞬间明白了过来，几乎全都双眼血红。难怪如此，先前将军所为，他们自是大胆快意，可也多少有些疑惑，那绝不是将军的一贯作风。如今看来，将军先前特意安排王兀指挥此战，分明是为如今战死沙场而谋划。我恨啊！朝廷这是陷害忠良，那稳坐龙椅的陛下又可知他在做什么？枉费将军对大洋朝廷一片赤胆忠心，可朝廷对将军所做，当真令人心寒。我北凉铁骑30万铁血男儿，在将军的统帅之下，浴血厮杀，到头来竟只是落得这般结局。这大洋朝廷怎配得上将军？一众将领情绪激动之下，几乎都浑身颤抖起来。他们何曾这般悲怆，恨欲狂？对于那大洋朝廷，他们已经彻底失望了。现在他们只希望将军无恙。不远处，老刘其实早已经来到了这里，看着王兀等人的神色，他张了张嘴，有些欲言又止，有心想要提醒他们，将军不仅没死，甚至已然要踏入龙象境了。至于先前拼死厮杀，应当也是为突破考量。可是听着众将领的话音，他那张憨厚朴实的老脸上，表情也渐渐凝重起来。或许将军参战厮杀，当真有这个打算。若攻城，则一举跻身顶尖武夫；若不成，便战死沙场，总好过被北凉铁骑曾誓死守护的朝廷构陷致死。想到这些，老刘喉咙动了动，急忙飞身冲到王兀等人身旁。诸位将军，一开口，声音都显露出老刘未曾预料的沙哑。将军他已处于破后而立的状况了，此次将军必不会有事。诸位将军且静候，必会有新的生机自将军体内升腾。听到老刘的话，王兀等人身形顿时剧颤起来。将军在破后而立，老刘作为将军钦定的护卫亲军，他们自是再信任不过了。他们再度看向徐北辰，神色转悲为喜。好，不破不立，破后而立，天不亡将军，这是将军的造化，他命不该绝。他们心中却更是悲怆愤懑了。如将军这般顶天立定的盖世英豪，竟是被朝廷逼到了这般境地，那谁又能想象将军心中该有多少苦痛？怕是捶心
心气血啊！王悟深吸一口气，强行平复下心绪。而今北凉铁骑尚还在追击北莽大军，不该是耽搁的时候。北凉铁骑作战，一向要战胜敌军，更要将战果放大。老刘，你们护卫清军立即带将军回营，其余人等继续追击敌军。话落，众将领顷刻间便战意盎然。遵命。将军的伤势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老刘都说了，这是破后而立，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王悟将军，末将仔细想了，或许将军并不只是一心想战死沙场那么简单，只怕他更是要以战死，从而向朝廷表明忠心，从而让朝廷不至于牵连我北凉铁骑。迷迷糊糊中，徐北辰听到了身旁传来的交谈声，一心战死沙场，向朝廷表明忠心。王悟这些人在议论什么？他都有些愣神了，不明白在领悟生生不息之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脑海中的记忆还停留在那汪山巅灵泉上，泉水自山巅汩汩涌出，奔涌不息。他已然踏入了顶尖武夫行列，迈入龙象境了。或许寻常时候，武夫从宗师程度在极短时间内踏入顶尖武夫行列，几乎根本不可能。可徐北辰毕竟是经历了2次修为灌输，再加上长生经的妙效，又经历了一番舍生忘死的厮杀，却更像是水到渠成。可叹将军一生英武，哪怕已对朝廷失望至极，也在为我们北凉铁骑忧心忡忡。此时，王悟等人的话音还在不断响起。徐北辰听着他们的交谈，大致有了些明悟，这8成是他们误会了什么。他还在想着待会要怎么安抚这些将领，却又听王悟的话音响起：“你们看，将军似乎动了，将军应当是快要醒了吧？且慢，将军曾特意交代过，他好梦中杀人，这该不会是……”得，徐北辰突然有些不想醒了。